夏无义没有死，是不是？他到底在哪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下去。诺。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，他几乎没了气息。当时你找人找得心力交瘁，高烧不退，自己病得半条命都快没了，我该如何告诉你？况且那神医的治法也太奇诡可怖，我和逍遥都没抱希望。与其让你知道他是被人开膛开颅而死的，我想他更愿意让你以为他死时仍是个英雄。不会的，是我要他为我摊上，是我让他最后为我撑了一口气。即使他最后撑不住，我也不管他。他到底什么时候醒过来的3个月前，他回了健康，我立刻去信给逍遥。洪州即将进入汛期，他主治休去回不来。后来又跟我说，既然人已经活过来了，晚点见也无妨，让我立刻去寻你。可我知你不愿听健康消息，便通过妙手传信，结果你还是没有回来。若不是北秦小皇帝正好死了，终于让你有个理由回来，否则我还真得派人去把你抓回来了。面具是怎么回事？如今萧无一武功尽失，还执意要去北境。一个死而复生，又失去记忆的萧无一，北秦暗探会如何对付他？这军中知道萧无一的人不少，我可不希望他想起一切之前节外生枝。瑶瑶啊，你是他的世子妃，也是他的妻。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你们自己定。阿茂，谢谢你。萧无一，愿乐君安康喜乐，愿我与阿茂年年岁岁，万事得偿所愿。谢谢老板。这是阿茂给你带的，是五彩矿。上次夭夭来信说，雍州出产一种很稀少的五彩矿，可以锻造出最坚硬的玄铁。既然我都来了，就替他找一找，回去求亲也是个彩头。我只提了一次，阿茂便特意替我寻来了。瑶瑶，阿茂他入宫了。他想去求太后收回赐婚的旨意。我就知道，阿茂一定不会放弃的。你想让吾收回赐婚之意，
恳请太后成全。知慕少爱，无能理解，但圣旨已下。太后慈悲，臣此生别无他求，唯求谢娘子一人。别无他求。太后曾许诺过臣，只要臣为陛下寻到神医，便为臣开拓另一块封地。臣历经艰险，终于做到了。可如今封地、爵位、财富，臣都可以不要，请太后只怜臣的一片真心。封地、爵位、财富都可以不要。看来是我这温良妇人演的久了，久到还真有傻子信了。我儿在玉座之上，尚且艰难求存，活得像个傀儡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的真心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来跟我谈条件？你如今拥有的一切，都是吾和陛下赏你的。吾若不想给，便可以不给。贺田，奴才在。齐王擅闯宫禁，顶撞太后，战！阿大，没事，怎么了？乐君晕过去了。乐君，郡主，乐君已昏过去，婢女们就到太傅府来请我了。他怎么了？该不会是旧疾复发了？他没事的。没事？怎么？殿下不信？狸猫不敢。郡主殿下精通医术，乐君的旧疾也是郡主治好的。只不过，若是真的没事的话，那又怎么会昏倒呢？他是误食了野果而已，过几日自然就会好。不过此事蹊跷，误食野果若致昏迷，起码得吃够一筐才行。此果味道酸涩，难以入口，乐君又怎会吃这么多？去看看药熬好了没？诺。我也去看看药。瑶瑶，阿木不让我出府，我想见你。乐君说他有方法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个。你没事吧？阿茂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我真的要嫁给别人了。太后她还是不肯收回成命。那我也不嫁。你要抗旨？阿茂，我敢抗旨，你敢吗？为何不敢？阿父总说我不懂朝政，别的我是不懂，但我这阿父并不想投靠靖安王府，而且太后只说让我嫁给萧无义，又没说让我跟萧无义恩爱白首，所以我只要在大婚之夜行完礼之后再逃跑，到那时我就不算抗旨了。我呢，打算去北秦隐姓埋名，重新开始。好啊，瑶瑶，陛下太后的手再长，也绝对不可能伸到北秦去抓人的。只是这一路势必危险重重，你一定要想好了。说实话，我是有一些怕。这外面的世界到处都是杀戮、欺骗、背叛，可是我也不能因为害怕就在靖安王府葬送我的下半辈子。瑶瑶，再破天的大祸，只要你想闯，我都陪你。那还有乐君妹妹呢，她怎么办？自然和我们一起啊！你放心，她喜欢你可远远超过我这个哥哥。而且我们当时逃难的时候就说了，这辈子生死都在一起。你等我一下。这是
那这个呢，就算是我们相约的信物了。没想到大婚当前，无疑这里依旧歌舞升平。送给你表哥的。别碰！阿茂，这么晚来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要说吧？想必你已经猜到了，谢娘子是我的心上人。只是如此，她也心悦于我。郎才女貌，确实般配。我希望你能退了这桩婚约。可若我不愿呢？你逼太后下旨赐婚，无非是为了搅乱长沙王的图谋。可谢家瑜是个人呐，他有自己的情感，自己的人生，而他的人生，不该为你的筹谋无辜牺牲。阿茂，这世上没有无辜之人。那日老师还问我，在我心中，萧无一是否为君子？我自然不是，我也不想是。大乱之时，君子或是落寞无闻，或是折戟沉沙，而我要做的是执刀之人。萧无一，你还是当年那个救我于水火的少年吗？这场联姻不能停，大婚必须如约进行。行，大婚当日，我会和谢家瑜一起走。你能去哪儿？天涯海角，哪儿都行。那你就不该告诉我。那是因为我视你为友。你若想拦，那便拦吧。你倒是和他一样天真。阿茂竟然真的把这个弄过来了。有了它，大婚的时候就不怕跑迷路了。阿母，其实您都知道了吧？阿母，谢谢你。阿母，没头没脑，磕什么头？我知道，上次我让乐君吃野果子请您来看，您其实早就发现了我藏在婢女之中，只是没有揭穿我。后来还顺水推舟带我去了齐王府。这几日我在府里自己捣鼓，你也不可能不知道。你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意放我离开。阿母，女儿不孝，从前就总是惹您生气，现在还要让您做为难的决定。你错了。我想要的女儿，并不是一个只会听我话的木偶，而是一个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女郎。你也算经历了一些事，应该知道外面与太夫府是两个世界，知道了外面的残酷，但你还是决定要走。要走。那你就去，但记住，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阿母，您放心，乐君和阿茂都会陪着我。阿茂也说了，一切有他。
不，我说的是，你自己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记住，无论何时，你真正能依靠的，不是父母、夫君、子女，而是你自己。瑶瑶，你都不想问问我为何食言？约定好的那日，我为何没有出现吗？萧无一和阿福都同我说过，你是为了天下，为了健康的太平。阿茂，我们今天不说这个了，好吗？我们来写符牌吧。怎么就只祝我平安啊？平安就好。从前，你总会写几首我听不懂的酸诗，然后我再去卖个好价钱，然后我们会买酒喝，然后和乐君一起坐在齐王府的屋顶上，看着健康的万家灯火。怎么一夜之间，全都变了？好了，这些都过去了，我们去挂符牌吧。我这个挂这儿。好。何元基、裴润恒、于蕊生、段祺昌、段子期。天哪，原来如此！我原本以为我们被迫分开已是不幸，没想到萧无一竟然更惨。两位阿紫心中都另有所爱。段子期？不是吧？子期也不是他亲生的。快快快，把这两个符牌往里藏一藏。萧无一那么好面子的人，这样没面子的事情肯定不希望别人知晓。阿茂，你可千万别告诉他，我们可不能戳萧无一的痛处。快走快走。佳瑜啊，你看我买的这个小鱼，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真好看。我觉得最适合你了。谢谢你安排我跟阿茂见面。想吃吗？都给你。真好吃，你不爱吃吗？我当然喜欢吃，但即便再喜欢，不是我的，就不能吃了。这不是你的，那我能吃吗？阿茂，你还要在宫里待多久？你不喜欢我做这个坚果吗？不喜欢，感觉很遥远，很陌生。他们说，监国之后，便是储君了。这不是还没当上吗？何况太后也不想让我做。阿茂，那你还愿意跟我一起做吗？当然，我只想跟我最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借过去过。小心，瑶瑶。这是那个买莲花弩的假校尉，是那个骗子！瑶瑶，别跑！今夜太后要利用妙手公子引起北府兵的哗变，千万不要让谢家瑜靠近钟离杯，别让他卷入其中。瑶瑶，阿茂，
瑶瑶，无疑到底怎么了？你猜到了，他骑马摔伤失明了。还能恢复吗？会不会影响比试啊？你别担心了，都是小伤，现在已经恢复了。小伤就好。若不是他指挥战术，再勇猛的战士也只是散兵游勇，他不能出错的。可今日鹰王为何来得如此突然？他一早入宫，有备而来，逼我一同问计，竟然是演这么一出好戏。无疑说的不错，他就是要想方设法破坏和谈。还好今日把他应付过去了，没让他发现北府兵有这么大一个弱点。瑶瑶，你不讨厌无疑了吗？他这个人吧，虽然大多数时候还是挺讨厌的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但有一点无可挑剔。什么？他是大业的定海神针，只要有他在，有北府在，我们才能活得有些许尊严。我敬重他，必要的时候也必须保护他。阿茂，你挑朋友的眼光真不错。好在这胆战心惊的一切马上要结束了，这朝堂你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。瑶瑶，等和谈结束，我就来接你走，好不好？瑶瑶，那是什么呀？我最近在跟演员阿紫学轻功呢，每天早上都要绑着这个沙袋去演武场训练。可你从前最是懒惰的呀，也不喜受伤。还不都是因为萧无一？上次他把我晾在红炉寺，我整整1晚上才爬下来呢。不过他有一句话说的真不错，要想玩火自焚，就得先学会逃跑。我既想游历这天下，不仅得有钱，还得学点功夫防身呢。傻瓜，有我保护你，这些你都不用学，我也不会让你受伤的。那怎么能行？出门在外得靠自己，我怎么能什么事儿都靠你呢？今日你和无一配合的真不错呀，没想到你学会了战鼓，那袖剑也是你送的吧？对呀，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很帅？我妙手的手艺那更是不用说，今日可太解气了。可你从前总说战场杀伐无志，最不喜杀戮，和平不才是最重要的吗？可这鹰王都打到门口了，这可怎么忍？而且鹰王入城那日，你不是也跟学子们愤愤不平吗？幸而今日萧无一挖出北清暗潭，夺回了3州之地，出了这口恶气。有时候啊，拳头才是道理。这句话真没错。我还给萧无一设计了一把不输龙雀宝刀的好刀，他这样的人，就值得天下最好的刀。可你不觉得，今日我们所有人都被无一利用了吗？这一战，他不仅赢了3州之地，力挽狂澜所得的人望，也为他日后北府改制奠定了人心。求和谈者是他，得人心者亦是他。但这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有能力又有心守护大业之人，他就该得这样的人望啊。我以为瑶瑶喜欢与世无争之人。我是喜欢与世无争，但我能选择不争，是因为已经有人替我争了。那若是我也想争呢？瑶瑶，阿茂，伤势如何？可疼得厉害？无碍，一点皮肉伤。乐君的婚事总算是推掉了，你们兄妹2人以后也不必再分开了。当我跟你离开健康时，我再替他想想办法。阿茂，我知道你不会走，我也知道你即将迎娶崔氏女。虽然你们都不告诉我，但自从你去了崔府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瑶瑶，
恨我吗？我为什么要恨你？我有的时候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我从前太孩子气了，所以无论是你还是萧无一，都不愿意告诉我实话。我一开始是有些生气，你有这样的志向，为什么从来都不同我说呢？但后来又觉得，以前总是我想要做什么，便拉着你陪我，可是我却不知道你想要什么，甚至我也不曾真正了解过你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要保护你。我希望你这一辈子都轻松快乐的活着，永远不要看到这世间残酷的一面。瑶瑶，你可愿入宫？你是要让我做你的妃子？我是说以后，总有一日我会真正掌管权力，那个时候没有何家，没有崔家，只会有我们。我想，你可以先和萧无一和离。你知道宫中有个百器局吗？你可以去那儿做女官呀。你不是喜欢技巧器具吗？宫外的气躁怎么会有宫内的好呢？可是我不喜欢。阿茂，这不是我要走的路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残酷的真相和虚假的幻梦，我想要前者。你只是选择了你觉得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你不必觉得愧疚，也不必担心我。所以你还是要走。可是你从未离开过健康，又孤身一人的，这路在脚下，行至远方，方知何处是无暇。看来现在的我还是留不住你。真没想到你会卷入崔氏暗中。乐君给我来信的时候，我都吓坏了。你千万别自责。乐君和郡主的事是场意外，不是你的错。我阿母并非意外而死。什么？她的雀骨令不见了，是有人为了夺她的雀骨令而害了她，也连累了乐君。当真有雀骨令？崔君和我阿母手中各有一枚。当初若非为此令，我也不会被崔君骗去灵风铺。崔君本想用我来逼我阿母交出雀骨令，但最后功亏一篑。我怀疑萧无一马匹发狂，是因为吃了灵风铺里被矿水污染过的稻谷，而这稻谷已被萧无一清剿封存。除了他，没有人再有。他早就在灵风铺时觊觎过崔氏矿产，所以他嫌疑最大。乐君如今重伤未醒，他若是醒来后，你让他帮我仔细想一想，还有没有什么人证线索。我让人去找了马夫的家人，希望能有什么新线索。可是瑶瑶，你若真怀疑无一的话，便不可回静安王府了。若是不回静安王府，怎么才能找到雀骨令？此令极其重要，一定被他藏在某个隐秘的地方，或许就在他身上。只要找到雀骨令，我就可以证明他就是凶手。瑶瑶，阿茂，我阿母死了，这世上唯一偏爱我之人，死得这样不明不白。我一定要找到害死他的凶手，无论是谁，我一定为他讨个公道。静安王世子妃谢家瑜，拜见监国齐王殿下。
他进来吧。靖安王府贪赃枉法，通敌卖国之事，已查实。无论你多想帮他，萧无一除了交出北府军权，写下罪己状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今日来，是有一样东西给你。萧无一早就知道你的身份，若他想要你这个位置，不必等到今日。你就这么信他吗？事实就摆在那里，无论你信与不信。那若是我将你扣在此处，这些证据就毫无意义。瑶瑶，你别逼我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礼貌了。若是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，大不了玉石俱焚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脱下这只世子妃的符纸，离开萧无一，永远回到我身边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我手中还有太傅和齐王府乳母这10几年来的往来书信，他到现在都没有发现，信是被我拿走的。我给你3日之限，若3日后我不见无一和萧家众人归来，不见大理寺还靖安王府一个清白，那么这份生平秘帖，还有太傅和齐王府乳母这10几年来的往来书信内容，会传遍整个健康。阿茂，无论是不是世子妃，我都是谢家玉，有没有和萧无一在一起，我都不会选择和你入宫。这几年我去了很多地方，过得很开心。你莫要困在过去，让过去成为你的心魔。你本不是这样的人。不该说些什么吗？我该说些什么？嬉笑怒骂，撒泼威胁，什么都好，就像从前的你就好。逝者如斯，如何能刻舟求剑？是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吗？你明知我阿父的死疑点颇多，靖安王已是被北秦设局，却依然要借题发挥。我多希望有那么一点是因为我。我以为春考之后，你和萧无一已经和解，但我又怕你只记得我的不好。你相信萧无一从未贪恋过权位，你也已经拿到缺骨令，他无法再证明自己是文熙太子，而且他本也就活不长。你不愿他活不长，还拖你下水吗？无人能拖我下水，是我自愿与他同行。那他若弃你而去，你当如何？只要他不曾令我失望，即使他去了，亦是与我同行。我会带着他的那一份，好好活下去。所以当初你离开我，是我让你失望了吗？我只是看不懂你，就像如今，我依旧看不出来，你何时在演，何时是真。
也许你真的很适合做一个帝王，喜怒不定，帝王心术，叫人心生恐惧。各位官爷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走。没事吧？既绑着我又护着我，安毛，你好矛盾。我记得你吃不了桃子，没想到竟有一日，也不得不对你出手。别跑！正如你说，这殿下明知北秦要挑拨君臣关系，还铁了心的要借题发挥，夺走晋安王府的兵权。那他之前竟然是假意跟巫医。现下我已经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是假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让人先找到萧无医，千万让他不要回到健康，落入圈套了。你说的对，君子论迹不论心，更何况是帝王。恐怕眼下只有我能为萧家说上一句话了。明日我就上表。不行，阿紫，你这样会得罪齐王的。微臣尽忠，并非愚忠。如果此案真的疑点重重，那我就有上表的责任。今天晚上先住在这儿。队长，是阿大带着禁军来搜人了，快逃啊！阿紫，少府印信借我用一下。好。人跑了，抢了我少府印信跑的。你连夜出城，即刻赶往驿站，务必在齐王的人来之前告诉他健康出事了。好。不过现在四方城墙下肯定全是伏兵，这次出城，你九死一生。以一敌百，可能打不过，但肯定能跑得过。只是我若出城了，城内可就无人可用了，到时候您的安危……放心，是，我会保护好世子妃的。你也是皇家营士？不仅是我，健康城内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。我们都是当年奉命保护文熙太子，但文熙太子从未启用过我们，他只希望我们好好生活。上！一行。世子，老王爷杀谢怀圭，被廷尉当场抓获。追捕途中，老王爷还重伤廷尉。齐王已经下令将王府内所有人统统抓走了。世子妃呢？瑶瑶，该回家了。你猜到我会来此？我还猜到你会拿萧无医声东击西。怎么，不怕我抓了他吗？你抓不住他的。是，我是没抓住他，还让他跑了。不过，我也猜到你会趁此来劫狱。快走！走，刘姑姑。萧无医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来你就跑不了了。萧无医，你放了殿下！萧无医，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
一心只为天下吗？林茂，明明是你欺人太甚，你明知我阿父乃是被北齐人所害，却依然要借题发挥，趁机夺取北府兵权，诛灭靖安王府，你还讲不讲道理？这健康何时是个讲道理的地方了？你们刚才经过的暗道，还有那藏匿人群之中的高手，难道就是你们日后拿来跟孤讲道理的吗？萧无义，明日便是行刑之日，纵然你逃得过，他们仨也绝对逃不了。李茂，我对你已仁至义尽，再见面便不再留情。殿下，不必追了。你已经好几天未进食了，有什么话，吃完饭再说，啊。瑶瑶，你曾同我说过，无论萧无一有没有走在你前面，只要他没有背叛你，没有让你失望，你都会好好的替他活下去的。快吃吧。你打算囚禁我一辈子？你应当知道我的本事，这世上所有的锁都锁不住我。锁不住，可以用毒啊。软金散，至少让你哪儿都去不了，可以好好跟我成婚。那你不如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会替萧无一报仇。你给过我一簪子了。萧无一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他逃走的时候，伤势很重，故早在城外布下了埋伏。谁知道他一出城的时候，就有人将他救走了。说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不是还暗藏私兵？看来你也不知道啊，谢家瑜。看来他也并不信任你。不好了，殿下！放肆！谁允许你不通报就闯入的？殿下恕罪，是有要事禀报。说。萧子气他不见了，他用针灸刺晕了阿禅姑娘后就跑了，如今不见踪影。快搜狗寻人！诺。一会儿见到太傅，别哭，人死过小，就别记恨他了。然，哥，萧子气他不见了，快搜狗寻人！刚入宫的第1年，有一个人常常在这儿想。像你和无一在宫外都会做些什么呢？一开始我在想，你估计在家又把炼丹炉给炼坏了吧。而无一可能去了北境，刀山剑海。可我想的时间越长，能想到你们的画面却越少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再也想不起你们。几年之后，我又在这里思考。我那时在想，如果当时你留在宫中的话，会想和你一同做些什么呢？
我想了好久，好久，却没能想出一个你开心，我也开心的画面。不过方才我明白了，你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我身边，就足够了。如今心愿已了，你我之间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。你很担心子期，一个能把萧无意逼进绝境的齐王殿下，为何会担心一个无关紧要的孩子？你是不是有事在瞒着我？找到了！启禀殿下，冯公公找到萧公子了。收。你不怕我也跑啊？要跑，肯定是找到萧子期再跑。走。哎呦，小祖宗，小祖宗，别闹了！来，走吧，别玩了。放开我！不要找我阿娘！你们骗人！外头根本没有瘟疫！姨母，救命！他们都是坏人！我姐被他们打了，阿娘也不见了，他们都是坏人！坏人！你这个大坏蛋，杀了祖父祖母，还要杀我世子爹爹呢！冯安，将人带回东宫，再让他逃出去。亲自领罚去。奴婢遵旨。走了，走了。快走。按兵不动。阿大，你下次要是想让我别动，就比这个手势。哎，对。萧无意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阿茂，那封没来得及给我的信，是无意的吧？把它给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你对子期的态度，一个在法场上滥杀无辜的人，怎么会对一个孩子如此担心？除非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所以我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又从头想了一遍，再结合刚刚阿大给我比的手势，还有这些药材，便已经猜到9成。这些名贵药材都是治疗血瘀之症的。若你真想杀无意，怎么会让人在此为他炼药？那剩下的1成呢？是诈你的。你是怎么认得这些药材的？是我教世子妃的，是齐王殿下求来的神医，医治世子。你也早就知道了。那萧无意他现在只要那一箭射在该射的位置，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至于血瘀，神医配了药丸，至少能保世子2月无虞。阿大带的人都可放心。给我吧。无期家语，见心安。我让一只一旦确定我被北清暗探抓走，就将全部真相告诉你，免你惊忧伤惧太久。但你恐怕已经哭过一场，想到此处，心中已然不安。瑶瑶，萧无疑此生未曾负过任何人，
背负于你。也许这是此生最后一封信，我还是想从文熙太子说起。13岁之前，以为我的命运会和父王还有所有叔叔伯伯们一样，做一个禁军统领，速为攻城与巍巍皇权。然北秦入侵齐州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战场，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为保我一命，共死了147位营士。你以后就叫萧胜，以后他就是你们的主人。参见世子。他叫青龙，他叫颜渊，以后都会紧随世子。我手握却骨令和却骨出天下帖的期许，心中却万分茫然。若当年那场轰动大业的安禄谋逆案实乃冤案，我父母才是令上京都城沦丧20年战乱的根源时，我真能凭一块令牌一呼百应，令天下安定吗？难道我大业的精兵只为直到我遇见一只，不为百姓而战吗？才找到方向。维熙帝后扶植寒门，制约豪门世家并没有错，只是他们用错了时机，也失了分寸，才令北秦找到可趁之机。君以为什么是好时机？分寸又该如何把握？当年是当年，如今是如今，如今已然乱世，乱世必中条。谢君一言，令愚兄拨云见日。大业需要一支真正为百姓家国而战的军队。比起健康宫，我更应该去北京。8年征战，大业有了梅府军，萧胜成为了萧无益。一直说的没错，如若没有9丈原重伤，或许萧无益终有一日会变成文熙太子。但血域之争注定年寿不永。谢太傅的私心也让我看到了另一条更好的路，一支更适合这个位置。父王从前犯的错，终是动摇军心的隐患，对此我早有准备。但没想到英王会以太傅之命为饵，他既出手，我们索性将9世连根拔起，将计就计，演一出君臣决裂的戏码，以肉身铺路。拿着这封密报，好好的看。提防暗探。我计划好了一切，安排好了所有。为了达成最终目的，可以牺牲任何，但唯一的例外是你。我怕告诉你便会失去独行的勇气，然江山之重在肩，无疑不敢牺牲。江无益，你是骗子，混蛋！官场为什么不告诉？你们2个混蛋，究竟是什么时候商量好让他去送死的？还有那一剑，究竟是谁的主意？赵毅的那晚，你们离开的时候，他给我的那一剑，是做给冯安看的。再见面，便不必留情。不要！走！所以，你让阿大按兵不动，是因为除了健康宫外，那些早已被发现的北齐暗探，真正要防的是冯公公。不仅是防，更是利用。你们就是要借他的嘴，让英王相信，就算你知道案子有问题，你也一样要怀疑萧无益，把萧无益逼入绝路。
至少有他。神医说的2个月是什么意思？他本就有血瘀，又中了一箭，一路颠簸到北京，不会有好日子的。可神医的药只能保他活2个月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2个月之内他回不来呢？如果鹰王没有相信你们，没有按照你们挖的坑去跳呢？瑶瑶，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，我就是在想，该怎么给这个混账收拾。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这个是萧无一用斩断的雀骨令融化炼成的，他希望我交给你。这原本就是我母后的凤印，不如给它重新熔铸，给你做个发簪如何？这是何物？你不是想要在北伐之前抓住宫中所有北秦暗探吗？此物名为火棘离，记载于火攻备要残卷。当年北秦急于杀害崔俊，就是为夺此物。我师父袁小六临终前，将此图纸交给我。他说：“火气一道，系于国运。”所以北秦暗探如果知道此物，哪怕有陷阱，也必定以命换之。那岂不是太好了？有此物，北伐定然能成了。不过此图纸我改过，所以你别让军械剑的人瞎造。要是炸死自己人，我可不负责。瑶瑶，你还是不信我。我信你，但我也得防着你。萧无一自恃聪明，把民心算进去，把你的野心也算进去。他以为自己算无一策，但其实就是个傻子。我拿自己的命当赌，所以我是他最后的退路。我不敢赌。阿茂，我不害你，但我也不会让你害他。我只想让你们2个都好好活着。好，那明日大婚便是抓到暗探的最佳时机。谢家宇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明日大婚你是嫁还是不嫁？火棘离的图纸你给不给？若是你执意要与萧无一赴死的话，我现在就杀了萧子期。你敢？皇恩，奴才在。带萧子期去大理寺，既然他姓萧，就让他早日与家人团圆吧。诺。林茂，你疯了！你连个孩子都不肯放过。姑留着他只是为了让你听话，但姑的耐心有限。太傅已死，萧家已败，现在除了姑对你的旧情，你已毫无依仗。别自视身高了，你只不过是姑的战利品。火棘离的图纸我给你，但是你要将萧子期和何元基放走。好，大婚之前就放他们走。可以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不像的。殿下恕罪。罢了，他已经回来了，你也不必再演了。殿下别赶妾走，求殿下怜妾一片痴心，妾愿伺候殿下，伺候侧妃。姑待你如此不好，为何你还不变初心？阿长跟随殿下至今，深知殿下的不易，即便做不了殿下的心上人，也愿做一碗茶
一盏灯，只要能让殿下感到片刻的安宁舒适，妾便心满意足。好，那明日你就帮姑做一件事情，但凭殿下吩咐，看好谢家瑜。如果他要转交任何东西给何元基或是萧子期带出宫，给朕换下来，那可是北伐制胜的关键。诺。还有，避开冯安，他是北秦暗探。什么？冯公公他？阿禅，姑只能信你了。妾定为殿下分忧。侧妃，我们回宫吧。站住！等一下，还请阿婵姑娘日后多多照顾好你了。子期，还不赶紧叩谢阿婵姐姐？公子不必多礼，阿婵日后一定会尽心照顾好你的姨娘。走吧。冯安已被发现，他那条线上的3人恐都已暴露。现在，只有你们能将此图纸送出宫去，立刻送去给殿下，不要再回来。诺。站住！你是何时发现我的？姑不曾发现，姑试探了每一个人，而只有你露出了马脚。火棘离太重要了，如若冯安被发现，他的同谋只能以身犯险。其实我从第一次在阿茂身边看见你的时候，心中便觉得怪异。当初那个能跟长沙王同归于尽的烈性女子，你若是喝了她，你也一样会死。那就同归于尽。怎会在爱上一个人后，心甘情愿模仿他人，为人替身？你从一开始就是鹰王的人。我想应该不是，他一开始应该只是一个贤妻，扮作舞姬，在健康四处打探消息。长沙王谋逆，他发觉有变，为了自己不被牵连，所以才在兰台会上逃跑。没想到遇见了你，阴差阳错进了静安王府。所以你一开始不是打算真的救下那些武姬，而是想要制造混乱，自己逃跑。人各有命，暗探行事，顾不得那么多。你将静安王府当作跳板来到姑的身边，
一步一步，能走到哪就走到哪。就因为你全无计划，所以没留下任何痕迹，甚至还故意安排了这冯安来姑身边，吸引了姑的注意。但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你既抓了冯安，为何还不放心？孤家寡人，古今如此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殿下，阿禅此生无怨亦无悔，只愿殿下珍重自身，得偿所愿。奉陛下旨意，月3日值黄道开兵，王师整饬，誓发北征。健康城内所有北秦暗探，全部祭齐。我让人快马加鞭送回来不行吗？一定要我亲自送回健康？矿藏余土乃国之机密，岂可假手于人？这2处是铁矿所在。又要开矿，是又要打仗了吗？北秦小皇帝死了，传言是镇杀。英王之死，彻底动了北秦的根基。如今诸王内乱，各自为政，还有戎羌入侵，正是我们一举夺回上京的大好时机。你可知，北秦悬赏要你命，在黑市都炒到了1000金。是因为火棘离？那就让他们来试试好了。知道你如今轻功了得，压根不需要人保护你，连青龙偃月都被你送回了北府，成了一方守将。只是，你从前最爱热闹，如今一人行走天下，不孤独吗？有人与我同路，我从未觉得孤独。昨日试火棘离时就觉得你不对劲，怎么回事？是指杂质过多，燃烧时吸入肺腑，便会这样。不仅如此，是这燃烧过的土地也会寸草不生。火棘离的土址已经被我给毁了。当年定风坡燃烧过后的土地再也无法耕种，一次震慑尚可，若你执意要用火棘离一路打回上京，会失去民心。就算你将我困在这健康宫中，我亦不会帮你。谁问你这些了呀？难道你就不好奇此次出征，谁为北府统帅吗？与我无关。我任用了原本北府亚夫营的阮老将军，也是从那时我才知，改制期间，萧无一一直在训练各营联动，恢复督军制度。我想也是那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准备自己的身后事。他怕哪天他不在了，北府这把利刃，反而会成为伤害大业的刀。所以他要做的，是创造出一支即便没有萧无一，也依旧会为大业百姓而战的北府。此次我派去督军北府的，是我最信任的禁军统领。他曾经也是北府的一员，在战场受了伤，我救了他，与他结拜为兄弟。我信他，更胜于当年我信无一。我今日还愿意来送这张舆图，是因为若萧无一还活着，他一定希望我亲自来。他一直都想亲眼看到大业能够收复故土，还都上京。至于你打算如何安排北府，打算用谁来替代他，我不关心。陛下，你忘了他，这天下忘了他，我没忘，也绝不会忘。这健康太冷了，我以后不会再回来了。
亲戚。玉龙，这是我为萧无一锻造的无情剑。要断这把剑的人呢？什么时候来的？上午来的。他长什么样子？穿的什么样的衣服？禁军服制，戴着一副看着挺吓人的面具。此次我派去督军北府的，是我最信任的禁军统领，他曾经也是北府的一员，在战场受了伤，我救了他，与他结拜为兄弟。萧无一没有死，是不是？他到底在哪儿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下去。哟。萧无一，让我做你最坚强的后盾，我与你同路。萧无一，我不仅想与你同路，我更想与你同归。时间忽然一瞬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年换来的失去。若我能抛开这可惜，你可愿再一次联系？苍穹周边，命运将我撕裂，却毁不掉一颗思念。踏上太远，重逢你的那天，我怕你会忘记。我不怕人万劫，只怕你会走远。我离开你世界，只剩永远。哪怕心跳终会理解，至死甘愿。我只盼这人间，成全你我的缘。把瑶瑶还给我！萧无一，萧无一，夫妻同命，我只要你活着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萧无一也不算白活。山国有地峰，地面之下有溶洞。萧无一重伤时，恰好坠入了地洞，死路反成了生路。只是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，他几乎没了气息。当时你找人找得心力交瘁，高烧不退，自己病得半条命都快没了，我该如何告诉你？况且那神医的治法也太奇诡可怖，我和逍遥都没抱希望。与其让你知道他是被人开膛开颅而死的，我想他更愿意让你以为他死时仍是个英雄。不会的，是我要他为我摊上，是我让他最后为我撑了一口气。即使他最后撑不住，我也不管他。他到底什么时候醒过来的？3个月前，他回了健康，我立刻去信给逍遥。洪州即将进入汛期，他主治休去回不来。后来又跟我说，既然人已经活过来了，晚点见也无妨，让我立刻去寻你。可我知你不愿听健康消息，
便通过妙手传信，结果你还是没有回来。若不是北齐小皇帝正好死了，终于让你有个理由回来，否则我还真得派人去把你抓回来了。面具是怎么回事？如今萧无一武功尽失，还执意要去北境。一个死而复生，又失去记忆的萧无一，北齐暗探会如何对付他？这军中知道萧无一的人不少，我可不希望他想起一切之前节外生枝。瑶瑶啊，你是他的世子妃，也是他的妻。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你们自己定。阿茂，谢谢你。是萧无一。愿乐君安康喜乐，愿我与阿茂年年岁岁，万事得偿所愿。